特朗普親自承認中國拒絕採購 H200 芯片。為了盤活芯片貿易撬開中國市場，特朗普特意破例邀請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勳壓哨登上訪華空軍1號專機，給予頂級外交隨行規格。可即便手握美國總統背書，貼身跟隨出訪，黃仁勳全程依舊沒能獲得任何與中方直接對話、洽談合作的機會，徹底淪為專機旁觀者，一腔期待盡數落空。全網所有人都在笑，黃仁勳白忙活，美國推銷翻車，75萬顆頂級芯片無人問津，但絕大多數人都沒看透，這場看似簡單的芯片滯銷鬧劇，根本不是賭氣式的巨購，而是一場教科書級別的大國戰略百合。鬼谷子有云：是貴治人，不貴治於人，治人者握拳，見之於人者致命。短短12個字道盡了這次 H200 巨單事件的全部底層逻輯。千年之前的古人智慧放在当下中美科技博弈中，依舊字字珠璣，精準应驗。很多網友疑惑到現在 ，H200 是目前國內市場能合法拿到的性能最強 AI 芯片，實打實的行業頂尖硬件。反觀我們的國產芯片，華為、寒武紀、海光這些頭部廠商的主流產品，單顆算力性能，客觀來說，確實只有 H200 的6-7成。按普通人的世俗邏輯，有頂配不用，非要用次等產品，純屬捨近求遠，自討苦吃。甚至不少網友吐槽，我們是故意閉關鎖國，逆勢而行。但今天我要顛覆所有人的固有認知，拆解這場看似吃虧，實則全勝、穩贏、破局的頂級博弈。看完本期視頻，你會徹底明白，中國企業集體拒買75萬顆 H200 芯片，不是我們不需要高性能，而是我們終於跳出了西方的科技陷阱，讀懂了老祖宗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的頂級謀略，徹底掌握了 AI 算力領域的主動權。我是白海放大招，歡迎來到老友記。先带大家复盘这场堪称年度最尴尬的科技乌龍现场。为了把英伟达 H200 芯片卖给中国市场，美國可謂是舉國上陣，層層鋪路，把能做的鋪墊全部拉滿。特朗普親自公開站台承認，主動喊話推動對華芯片貿易，為 H200 市場造勢。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勳更是極盡奔波，為了撬開中國市場大門，專程登上特朗普訪華專機，貼身跟進，主動求對接。要知道，能登上一國元首訪華專機，本身就是極高規格的溝通入場券，是無數企業求之不得的資源。黃仁勳本以為靠着這場頂級背書，必然能順利拿到中方對接資格，拿下巨額訂單，盤活着英偉達芯片銷量。結果呢，全程零對話、零對接、零機會，純純白跑，全程陪跑。明明手握頂級硬件，手握美國官方背書，卻連跟中方溝通的門檻都摸不到。眼看着硬推銷、高層對接全部失效，美國隨即換了一套懷柔套路，上演了一出看似讓利，實則捆綁的算計。美方主動放寬限制，專門批准10家中國企業獲得 H200 芯片限額採購資格，直接放出75萬顆芯片的採購額度。為了徹底打通銷售渠道，還特意拉上聯想作為國內獨家分銷商，把渠道、權限、流程全鋪好，只差中國企業掏錢買單。在美國的如意算盤裡，中國人離不開高端 AI 芯片，國產芯片性能不足，只要我放開口子，給出配額，海量訂單必然蜂擁而至，75萬顆芯片瞬間就能清倉。可現實狠狠打了美國跟英偉達的臉，75萬顆頂配 H200 芯片，中國企業一顆未夠，全額滯銷，徹底清零。全網所有人的疑問都集中在一點：放着現成的全球頂尖 AI 芯片不用，明明國產芯片性能存在差距，我們為什麼非要硬扛到底？這份底氣到底從何而來？真正的核心邏輯藏在2層普通人看不到的逆向博弈思維裡。第一層是夠用即王道，集群性產品的產業務實智慧；第二層巨富脫控，防患未然的戰略避險智慧，一陽一陰，一守一攻，完美契合陰陽平衡、行穩致遠的處世哲學。我們先拆解第一層底線，也是最容易被大眾忽略的地方。科技競爭從來不是單顆硬件的極致內卷，而是整體體系的綜合對決。普通人評判芯片強弱，只會盯着單顆算力參數對比，認為 H200 性能更強，就必須無腦採購。但真正的科技博弈產業競爭從來不是單挑決勝，而是集團軍作戰，體系化取勝。孫子兵法有言：兵非易多也，唯吾武進，足以并之。料敵取人而己，放着 AI 算力賽道同樣適用。
芯片並非性能越強越好，適配產業需求，可控可用，安全自主才是王道。我們從不否認 H200 單顆硬件優勢，但其所謂頂尖性能是建立在完全受制於美國、存在安全隱患、無自主話語權的基礎上。看似鋒利的利劍，實則握在別人手裡的兇器，隨時可能反噬自身。而我們的底氣首先來自國產 AI 芯片的飛速突圍，差距正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抹平，徹底擺脫無芯可用的困境。用真實數據說話，2025年中國 AI 芯片市場整體出貨量達到400萬張，其中國產廠商交付量達到165萬張，市場佔比成功攀至47%。最關鍵的是行業預測2026年國產 AI 芯片佔率將突破60%，徹底實現從外資壟斷到國產主導的格局反轉。這組數據背後是無數國產芯片企業的技術攻堅、產能爆發，更是我們敢於拒購芯片的硬核底氣。如今的國產芯片早已不是幾年前落後雞肋不能用的狀態，精準適配國內絕大多數 AI 場景，實現全方位平替甚至超越。華為升騰950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單看官方實測數據其推理性直接碾壓英偉達 H200 3倍，在大模型推理、商用落地場景中，效率遠超進口頂配芯片。寒武紀思源370主打極致性價比，同等算力條件下，價格僅為英偉達 A100 芯片的1/3，完美適配中小科技產業，算力中心的規模化部署。除此之外，海光信息深算2號、摩爾線程 MTT S5000 等一系列國產芯片持續迭代，不斷縮小與英偉達的算力差距，覆蓋從低端商用、中端訓練到高端推理的全場景需求。簡單來說國外芯片有的能力我們基本都有，国外芯片沒有的性價比、安全性、自主可控性我們獨有。而我們的第二重核心底氣，也是全網極少有人深度拆解的關鍵，中國打造出了 AI 算力的超級底牌，國產超節點算力系統。這是一套徹底顛覆西方擔心極致性能的全新算力體系，完美詮釋了積土成山、風雨興焉、積水成淵、蛟龍生煙的積累智慧。西方芯片產業的思路是死磕單顆芯片的極限性能，追求單點突破，而我們的國產算力思路是以量補質，集群耦合，體系制勝。很多人沒見過超節點算力系統的真實樣貌，它不像單顆芯片那樣小巧精緻，而是一座龐大的櫃機矩陣，無數台服務器櫃機有序排布，每一台櫃機內部整合了數十甚至數百顆國產 AI 芯片，依托國內頂尖的芯片耦合技術、高速互聯架構，無數櫃機串聯組網，協同運算，將一顆顆看似性能不及 H200 的國產芯片匯聚成無堅不摧的算力洪流。這就是典型的中國智慧，不追求單點極致的鋒芒，而追求整體體系的雄渾。好比戰國時期的六國合縱抗秦，單一國之力難敵強秦，但合縱之力可據天下。單顆國產芯片性能或許只有 H200 的6-7成，但千百顆、上萬顆芯片集群聯動形成超節點算力，早已超越單顆 H200 的上限。早在2024年至2025年，華為、騰訊、阿里、中科、曙光等國內頭部企業落地的國產超節點算力系統，核心技術指標、算力峰值、穩定性、適配性均達到全球頂尖水平，全面支撐國內 AI 大模型訓練、超級計算、人工智能商用、科研攻堅等核心場所。至此，大家終於明白我們的核心邏輯：哪怕單顆芯片略遜一籌，但依托成熟的超節點體系，我們的整體算力完全夠用，夠用頂用。既然自身體系已經足以支撐產業發展，又何必高價購入別人的芯片，主動跳進別人的陷阱，主動受制於人？如果說算力夠用、體系成熟是我們拒購200的表層底氣，那麼去風險、破枷鎖、防制衡就是我們最清醒、最核心的深層戰略考量，也是這場博弈最精彩的反轉所在。很多人看不懂美國的迷惑操作，為什麼一邊瘋狂鎖中國半導體產業，一邊又主動放寬 H200 芯片出口，主動讓利推銷？這正是美國深耕多年的溫水煮青蛙，套路藏得極深。荀子有云：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。關乎國家科技命脈、產業安全的核心硬件，本身自帶安全隱患，哪怕性能再強、價格再香，也絕不能用。一旦大批量普及，風險將指數級爆發，等同於把中國 AI 產業的生死大權拱手交給了美國。H20、H200 本質上都是美国拿捏我們的科技枷鎖，絕非助力我們發展的科技紅利。第二重套路，明暗雙軌的極致制衡，
鎖死中國產業的升級之路。大家一定要看見美國的雙面嘴臉，堪稱極致虛偽。表面上放開 H200 芯片採購權限，拉攏分銷商，主動推銷，營造放寬合作、互利共贏假象。那背地裡呢，卻在瘋狂加碼頂級封鎖，徹底斬斷中國芯片自研生機的根基。2025年4月22號，美國正式推出全新半導體封鎖法案，精準點名中芯國際、長青科技、長江储存等國內頂級芯片製造企業，實施全方位無死角封鎖，從 DUV 沉浸式光刻機、低溫刻試機、薄膜沉積設備等核心生產設備全面禁售，不只禁止新設備對華出口，連原有在華設備的日常運維、系統更新、零部件替換全部一刀切封禁。美國的算盤打得震天響，也無比歹毒，先用高端芯片傾銷，讓中國企業養成依賴慣性，從而放棄自研迭代，放緩國產替代進程，再通過封鎖制造設備，鎖死我們的芯片產量、技術升級之路，最終實現終極目標，讓中國永久依賴美國高端芯片，永久喪失自主造芯能力，徹底淪為美國科技產業鏈的下游附庸，世世代代被拿捏、被收割。千年前蘇洵在《六國論》中一語道破天機：六國破滅，非兵不利，戰不善，必在烙秦。今日的科技博弈跟戰國亂世何其相似。所謂的進口高端芯片讓利，就是新時代的烙秦之姿。看似拿到短期的性能便利，實則是以放棄自主、透支未來為代價，換取一時的安逸。今日貪一枚 H200 的性能，明日就會喪失整片半導體產業的未來。這種短視的取捨，我們絕不可能做。看懂這兩層邏輯大家就會徹底明白，中企集體拒買 H200 不是賭氣，不是排外，不是閉關鎖國，而是一場清醒的避險，主動的破局，長遠的布局。同志們，古人有言，莫道桑榆晚，為霞尚滿天。芯片之戰不僅僅是方寸之間的算力較量，更是一場關於國運與未來主權的文明角逐。當黃仁勳的專機在冷風中空手而歸，當那75萬顆 H200 在倉庫中落滿灰塵，這早已不是一場簡單的買賣糾紛，而是一個文明在面臨技術封鎖的時候所做出的最硬核、最決絕的回答。我們寧可在大道上走得慢一點，也絕不跨進那道名為技術依賴的虛無陷阱。中國的科技脊梁從來不是靠別人的施捨挺起來，而是靠我們一代又一代工程師在一塊塊電路板上、一行行代碼中磨出来的。拒絕是為了更好的出發，不買是為了擁有隨時造出的底氣。我是不愛放大招，点讚關注，下期再見。